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今天是法国的耶稣升天节，所以是个公共假期日。也是因为这样，我能够在下午的时间录节目。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工作压力好大呀。说这个耶稣升天节，说老实话，因为自己不信教，和基督教有关的节日，全当就是哇哦，今天又有一个公共假期。只知道升天节每年都是在复活节的40天后，复活节都是在礼拜天，升天节一般都是在礼拜四。很多公司就会星期，因为是礼拜四嘛，就会让礼拜五叫 Bridge Day 桥的一天，然后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周末就当成长周末。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所以大家也不能去哪里。平时的时候，大家都会借这个4天的假期做一个小的旅游。现在我们就只能待在家里咯。我今天想讲的一个话题是跟 HR 人力资源有关的，还有公司的一些上级和下级的企业文化。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礼拜一，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最近我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每天都会收到包裹，并不奇怪。可能礼拜一收到的时候，我就仔细想了一想，我礼拜五有订东西吗？还是周末的时候有订东西？搜索了一下，好像并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接到任何的短信啊，或者是邮件通知我说今天有包裹到。那个包裹还特别大，然后我拿到了之后打开，刚一打开就一股非常疗愈的味道出现，然后仔细一看居然里面有一个水壶保温杯，就是可以泡茶呀什么的，还有就是一个小的便携携带式的音箱，再还有一大盒，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泡澡的，有沐浴的，有洗头发的，然后还有护手霜和身体乳，再还有一盒就是蜡烛和家居香氛。我说哇，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记错了？然后这时候就看到了一张纸条，原来是我的老板加上商业部的老板，再加上医药部的老板，他们3个人给所有的他们的整个 team， 就比如说我是market access， 再加上商业部和医药部门的每一个员工就发了这样一盒东西，然后他们还写了一段话说，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内大家都不容易，希望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一点好的心情。哇，收到的时候就超级 sweet， 就觉得真的很开心能够在这个团队工作。刚好那天第2天早上，我跟我老板就有一个 one to one， 就1对1的每周我们都有一个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取决于我们的时间和工作的进度。然后我就说，哎呀，谢谢你啊，我收到这盒东西。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知道大家在家工作都不容易。就在当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在油管上的一段视频，叫老讲句靠谱，讲的中国的人力资源和中国的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听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在欧洲生活太久，完全都不知道国内的小伙伴们或者是国内的人们所经历的人力资源是关系居然会这么复杂。我就想讲讲我在欧洲所经历的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人力资源的关系。在欧洲生活了这么久，我一共辞职了3次。1次在比利时，还有2次是在法国。总的来说，经历都非常的平静，基本上没有遇到过被企业压榨的行为。先说说我第1次辞职的经历，那是在比利时。我是在年终的时候辞的职。那时候你知道欧洲的就是 paid leave， 就是带薪假是非常的多，所以我当时还有很多的带薪假没有用完。我辞职的时候也根本就没有想这会怎么算，到后来最后1个月的工资就非常的清楚，他把那个你的带薪假全都换成了你的每天的工资，然后换算给你。再就是因为当时职务比较低，而且怎么说，好像我辞职的那家企业是 J&J， 就是强生公司，当时的那个叫 bonus， 就是奖金制度好像是固定的，因为我之后的几个企业奖金它有一个固定的份额，但是也和公司的表现有关系，所以当时就是把我那个半年的奖金也发到了最后1个月的工资。还有就是当时在 J&J 工作了4年，因为辞职了嘛，但是并没有说给你的股份他就会去收回，那个股份还是我自己的，只不过说按照比利时的法律，如果你在限定的期限卖掉，就会有
交税，就会交更多的税。如果你按照那个规定来，一样还是交你无论你是在职还是辞职或者是退休，那些公司的股份还是你的股份。然后就到了第二次辞职，因为并不是终身合同，在法国它就叫 CDI， 就是 definite contract， 就是是一段固定时间。我当时的合同是2年，但是我工作1年之后我就辞职了。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讲讲为什么我不喜欢那个工作。因为如果你不是长期工作的话，那个劳动法对你的保护就会相对较少。而且因为当时是在公共机构，我是在一个医院上班，手续也非常简单。而且因为是1年的时间，也不存什么带薪假，反正就是把手续结完了，他开了一些证明，就结束了。最近的一次辞职就是去年的4月份嘛，加入我现在的新的公司。之前是在 MSD 也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了，全球药品排名好像不是第7就是第8，我待会去看看是排名第几，所以手续也是非常的详尽。按照法国的规定，你要提前3个月告诉你的雇主你需要辞职。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的老板是在美国，你知道美国你要辞职了你是立马可以走的，所以他对这个文化也很了解。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我当时的人力，我说如果我老板同意能够立马让我离职，是否可以立马离职？他说可以，我就直接跟我的前老板谈，我前老板就很同意。当时我有一个国际会议，当时要做口头的演讲，所以只有我自己可以去，我就说可以，我开完那个会我就离职，可以吗？他说没问题，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当时的人力，所以我基本上是在2周以内就离开了职务。离开了职务之后呢，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力打非常多的交道，他们就跟我解释了一下我有什么样的权益也是很清楚，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我去年的奖金，虽然我是4月份离职的，但是我还是有4月份那3个半月的奖金。他说奖金会在2020年的年初，因为就像我说的 MSD 的奖金是跟公司当年的利益挂钩，就比如说如果你的合同签的你是拿15%的你年薪的奖金，如果当年公司的效益非常好，如果预计目标是100，我们达到了120，那就是在你15%的基础上还要再乘以1.2。如果那年的效益非常低，预计目标是100，只完成了80%，那你就是在你15%的基础上再乘以0.8。去年好像 MSD 的效益非常的好，所以我今年3月份也拿到了 MSD 给我去年4月份发的奖金。再就是当时公司的股票也是，在法国不是股票，它是按照我以后看一下讲一讲在法国工作的利益，它就是不算是股票，但是它是把公司的分红，就像分红一样，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企业一共赚了多少钱，它会把那些钱就平均分配给公司的职员，并不再代表你的级别高你就会拿到更高的分红，在法语叫做 participation。 我也是就是上个月4月份还是5月份的时候拿到了我去年4个月在 MSD 工作的那个 participation。 你看就算我已经离职了1年，它并没有因为我离开了公司，我在那个公司做的贡献没有得到回报。还有因为4月份嘛，我那1年的很多带薪假全部都没有用，也是直接换算成钱，达到我最后1个月的工资。我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还收到了一个 MSD 的什么钱，我都没有仔细看为什么他们会给我打一笔钱，反正我就相当于是不知道哪里多出来的钱。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你是在欧洲工作的话，你不需要斤斤计较你如何和人力资源打交道，按照法律程序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跟你走。当时在那个老蒋巨靠谱的视频里头，他提到了一个说，比如说你的工资是12000，但是他按社保只跟你交3000，你如果是一个新人，你觉得你认了，你也就认了。可是这种情况在欧洲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不但企业要背很大的责任，因为算是逃税嘛，对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为你的所有收入是直接和你的税收系统挂钩，那税务人员可不会容你有这样的逃税行为啊。在老蒋的视频中，他也提到了，在很多中国公司的 HR 的 KPI， 甚至是能够用最少的利益辞退到一个某些员工和控制这个公司的人力资源
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我觉得在欧洲这种情况简直是不可能的。我曾经有一个，就是我在 Sanofi 上班的时候，那个公司的人力资源算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会一起出去吃饭，因为他以前是在爱尔兰工作。Sanofi 就索纳菲嘛，就都是一个法国人的公司，就很多说法语的，他就说，哎呀，难得有一个英文说的这么好的，所以我们就讲的比较多。但就像老蒋的文章那个视频说的，你不可能和人力资源做一个好朋友。但在那个公司，因为虽然你可以把它换成是劳方和资方，但是比如说他当时跟我说的，他的 KPI 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部门都有工作的动力和核心。他每天主要做的事情，就如果说哪个人 complain 说，比如说他的老板非常微观管理，对做什么事情都是斤斤计较，那么他就需要做一个活动，让这个 team 更有核心力，也让那个老板了解他需要放手让他的员工去做一些事情。他经常会组织某个部门参加一些coaching， 我待会查一下 coaching 的中文是什么，就需要做一些再做一些团建，让整个部门更和谐。我知道在中国很多的那个团建可能就是公司的领导建议，然后 HR 会参与，但是在欧洲以我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是 HR 发现这个部门有什么问题，他们会提议说，这有一个什么课程很好，需要你们做一下团建，然后就看领导同不同意，他们会沟通。从这样看，那为了裁员把裁员减少到最低，怎么可能是他们的 KPI？ 他们的 KPI 是让这个公司运行得更好，这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再说说我现在的这个公司，我现在这个公司非常的小，而且去年我们刚刚拿到了跟 Gilead 的一笔大合同，所以我们现在公司正属于积极扩张的时候。我去年加入公司的时候，我好像是公司的第821号员工，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有1100多人，而且我们今年预计还要招400多人，所以 of course HR 的主要目的就变成了一个招人，而且这跟我们部门挂钩的那个 HR。他谈到的，他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现在雇佣的人要男女会有一个平等，再就是希望员工能够有多元化，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在他跟他管理的这个部门，男女的薪资应该平均，或者是差距不要那么大。所以他还给予我们做了一次演讲，就是讲我们公司男女同等职位的工资的差别。你不要说其实真的是有差，女人真的在同一级别来说赚的钱在我们公司女人就是比男人要少一点，所以他现在主要的目的是在他管理的这个部门里头，他希望这个薪金的差距会减少，这是 HR 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管一些什么裁人呐，而且需要斤斤计较你该付的钱不付啊，员工应该得到的福利啊得不到啊。对我来说，这个层面如果还需要人来管理，就非常的浪费。这个应该是由法律规定和公司制度直接能够 cover 掉。那么公司的这种行政人员就会少一些，他们做的事情更多的是为这个公司整体的利益而进行的事情。我再讲几个我身边朋友的事例。首先说2个被公司辞职的例子，这2个事例都是当时在比利时生活时候发生的。一个朋友是被 P&G 辞职，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原来的 J&J。被P&G 辞职的那个朋友呢，公司其实做的非常的到位，就是给他辞职也算清他的，就像我当时我自己辞职一样，算清他那些 paid leave 带薪假啊什么的，然后还额外给了他3个月的工资。但是他查了一下他们公司的规定，然后发现比利时的什么规定，然后他知道他有权利要求5个月，但是公司的人力呢就通过另一个什么规定，就说你只能拿到3个月。后来他就咨询了一个比利时当地的一个律师，那个律师经过了非常仔细的参考，就觉得他是可以拿到5个月的。然后那个律师就帮他给他们 P&G 公司写律师函，最后的结论是他拿到了5个月的工资，而且他付给那个律师的费用也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的高，因为在比利时，如果你是因为辞职跟你的公司打官司，那个钱到最后是由公司来付，个人付的比例非常的小。当然我这说的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何改变，我并不能说一定就是这样。
同年，我另外一个朋友被 J&J 辞职，他自己本身是北美人，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国籍，但住在欧洲，所以当时公司给他辞职了之后，讲得非常清楚，直接给了他3个月的工资，而且如果他在这3个月之内要回美国，强生出所有的搬家费用，包括飞机票。她当时是和她老公还有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个事情她当时也咨询了比利时当地的律师，那个律师在查了很多关键，说你可能可以要到多1个月的钱，但是你可能就拿不到这么好的搬回北美的这个条件。你知道我们公司当时只要跨洋，就算他给你买飞机票，他当时做的全部都是经济舱，这个费用还是相当的大，而且跨洋的搬家费用你可以想象也是非常的高，强生是全部跟他 cover 掉。就这个来说，律师给他的建议是你就算打官司也不会拿到这么好的 deal， 所以他最后就放弃了。你也可以看出公司都非常知道，如果他们不按照规定来做，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再讲一个其他的事例，那是在法国发生的，是我一个朋友他自己想辞职。你知道在法国领失业金的条件是你必须要是公司辞职你才有资格拿失业金，如果你是自己辞职的，你就是没有资格拿保险金。他当时就是自己辞职，而且也没有找到下一家的工作，他就是不太喜欢他当时的工作，就想跟自己放一段假，然后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就和他之前的老板聊了一下，说有没有机会让公司出面，就是说我是辞退他。当然那个老板是不愿意，但是最后跟人力讨论之后，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可以，他们就给法国的那个叫Bonaparte， 就是管那个失业人员的人就写了一封证明信，他们是把他辞职了。他之后还领了大概半年的失业金，在他找到新的工作之前。所以这个余地还是有，就是可以看出在法国所谓的劳方和资方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而且因为可能欧洲都有很强的工会制度，资方还是需要尊重劳方的一些请求的。所以相比较起来，看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和老蒋所说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只能感谢欧洲的法律制度和工会的这些努力，让劳方能够很安心的在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本来还想谈一下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好像我听到我朋友来说很少，老板和员工也是有，但是没有说非常的，怎么说，我今天没有机会讲这个话题，视频已经录得够长了，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会提到我和我之前的一些老板的故事，也看看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为老板，我如何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老板。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拜了个拜。